这场战役被称为日本海军航空兵经历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并且被美军称为复仇之战。在这场激烈的冲突中，美军不仅击溃了日本策划珍珠港事件和中途岛战役的关键人物山本五十六，还以此战役为契机，为之前的损失进行复仇。战斗过程中，美日双方出动的战机总数超过了3万架，战斗场面极其壮观，前所未有。美军航空队的战斗力毋庸置疑，他们凭借强大的火力，成功将拉包尔地区变成了空中决斗的舞台。在这场战役中，日军的战机几乎被全部摧毁，损失数量超过了7000架，同时日军的空军士兵损失也达到了8000多人。这一战的结果彻底击溃了日本海军中较为精锐的飞行队伍，使之成为美军的梦魇。在拉包尔战役之后，美军进一步巩固了对整个太平洋海域的控制。那么，美日双方为何在拉包尔地区爆发如此规模的战争？这场空战的震撼程度究竟如何？本期视频将带领大家详细回顾这场前所未有的拉包尔战役，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及影响。拉包尔在战略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被日军占领之前，拉包尔隶属于澳大利亚新不列颠群岛，是新几内亚的一个重要港口城市，其周边250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多个航空基地。这使得拉包尔成为整个太平洋地区最关键的海上中心之一，同时，它也作为日本军队的航空基地，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日军之所以急于占领拉包尔，是因为它在太平洋战场上能为他们提供一个快捷的物资补给通道，这不仅有助于他们的战斗供应，还为他们的空战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持，使拉包尔成为争夺空中优势的关键一环。1941年底，日军认识到拉包尔地理位置对战局的重要性，因此占领拉包尔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任务。1942年1月，日军调动了所有的陆战队，对拉包尔展开了全面进攻。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战斗，日军迅速占领了这一区域，随后开始为其战略部署做准备。日军计划将拉包尔建设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海军基地。从1月24日起，他们开始陆续将航空士兵派往拉包尔，并充分利用附近海域的船舰作为掩护，从日本本土运送大量物资，目的在于建造一个规模庞大的机场。这个机场不仅将支持他们的军事行动，还将巩固他们在太平洋战区的战略地位。后来，日军在拉包尔建立了航空军队，并成功完成了拉包尔机场的建设，这为他们后续的军事行动提供了支持。随着日本人的野心逐渐膨胀，他们希望扩大战果，于是决定对美军再次发起攻击。1942年2月，日军从拉包尔机场出发，对美军的机场进行攻击。然而，美军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不予容忍，立即展开了反击。这场交战中，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美军成功摧毁了日军的2架战机。虽然日军在第一次冲突中失败，但他们并未放弃，反而持续不断地向美军发动攻击，甚至计划偷袭在新几内亚修建的美军机场。按照美军的战术，他们绝不会允许日军继续肆意妄为，因此迅速采取了激烈的防空作战，对日军进行反击。日军在这次连环攻击中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但他们没有被吓退，反而更加愤怒。日军将领誓言要对美军进行报复，决定将下一步的目标转向盘踞在新几内亚的美澳联军。为此，日军派出了大量军队，浩浩荡荡地向所罗门岛附近进发。美军很快察觉到日军的动向，双方在岛屿上展开了新一轮的交战。在此期间，拉包尔地区已经被日军充分利用，成为他们的空中掩护基地。几个月后，日军的侦察机发现美军约20艘战舰正向瓜岛方向快速驶去。面对这一情况，日军进入了高度警戒状态。尽管他们迅速采取了阻拦措施，但由于当时日军的防御工事尚未完全完善，最终在战斗中陷入了被动局面。随着美军不断向瓜岛进发，驻守在该岛的日军面临了巨大的压力。尽管日军进行了顽强抵抗，但面对实力远超自己的美军，他们的努力显得徒劳无功。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美军不断增派兵力到瓜岛地区，逐步将日军压制得无还手之力。随着战局的变化，日军在拉包尔部署的战机损耗严重，加上日本的综合国力与美国差距悬殊，日军在战场上逐渐失去了主导权，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日本面对不断的损失和压力，感到极度焦虑。为了改善当前困境，日本军队决定对战略进行调整。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日本海军决定继续由山本五十六指挥接下来的作战。山本五十六是日本海军的关键人物，他在之前的战役中，如珍珠港事件和中途岛战役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策划了这些决定性战役。接到上级命令后，山本五十六毫不犹豫地开始对日本的战争局势进行详尽分析。他认识到日本正处于被动局面，迫切需要重新制定应对美军攻击的全新作战计划。山本五十六深知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因此着手设计新的战略方案，试图通过重新评估和调整策略来扭转战局。他致力于通过精确的计划和有效的指挥来帮助日本扭转困境，争取在接下来的战斗中重新获得主动权。这一战略调整尽管并未立即解决日本面临的问题，却为未来的军事行动奠定了基础。1号作战计划实施。1943年3月，日军正式启动了1号作战计划。这一计划标志着日军在拉包尔地区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调整。根据计划，日军决定将大量航空部队集中到拉包尔地区，利用其空中优势对美军占领的基地进行全面打击，以此来提升自身在战场上的防线。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实施，日军不惜投入大量资源，派遣了多种高端作战武器和装备。计划中包括了日军的2大航空作战部队，并且指派了中将小泽治三郎担任指挥。小泽治三郎在指挥方面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的领导下，航空部队取得了显著的战果，甚至使美军在某些时刻感到畏惧。此外，日军还出动了2艘高级战舰，包括被誉为理想型的瑞鹤号航母和飞鹰号航母。这些航母搭载了大量的零式战斗机和其他类型的战斗机，其中瑞鹤号航母上的零式战斗机多达100架。这些舰艇和战机组成了日军在拉包尔地区的强大空中力量。日军还派出了第11航空舰队，由草鹿任意中将指挥。这支空舰队配置了将近200架战机，全部集结到美军阵地附近。一时间，拉包尔地区成为了日军集中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主要战场，汇聚了4个航母编队和近400架战机。这些力量代表了当时日本在这一海域能够调集到的全部资源。在日军准备充分、气势汹汹地等待战斗的同时，美军也没有对此置之不理。得知日军的动向后，美军迅速做出了反应，指挥部下的士兵做好战斗准备，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应对日军可能的偷袭。美军的这种防备措施，意在确保能够有效应对日军即将展开的攻势，并为未来的战斗做好充足的准备。战斗进入这样一个阶段时，日军和美军的将领们都深知，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空战，激烈程度将远超以往任何战斗。然而，他们绝对没想到的是，这场战役竟然会持续将近整整7个月的时间。随着战斗的不断升级，这场战役不仅成为了美日双方在空中的巅峰对决，也意外地成为了山本五十六军事生涯中的最后一场战役。4月3日，山本五十六乘坐飞机前往作战前线，准备对接下来的战役进行指挥。在战斗开始之前，他为了能够兼顾2个战场，将自己的计划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集中所有兵力攻占所罗门群岛，彻底消灭美军在瓜岛等地的海空力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日军的运输补给问题。第二阶段则是在解决了上述问题之后，部队将直接转向新几内亚群岛，对当地美军军事力量发起攻击，打击其作战能力。3天后，山本的计划正式启动，日军立即派出了第1支空队。这支先锋部队由21架战机组成，直扑美军阵地。不久之后，第2支空队也紧随其后，这支队伍由27架战机组成。这只是开始，日军随后又陆续出动了近100架战机，组成了多个攻击队伍，源源不断地向美军方向飞去。地面上的人们抬头望去，日军的庞大战机集群如同南归的大雁般密密麻麻，遮天蔽日。这样的场面无疑是震撼人心的。对日军而言，这应该是自上次美军飞行任务以来最大的一次空中行动。日军飞机在空中飞行了一段时间后，美军的雷达站已经提前探测到了他们的动向。此时，美军将领毫不犹豫地命令手中的76架战机迅速升空，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空战。在短短1个小时内，双方在空中相遇，战斗迅速展开。日军战士毫不畏惧地扑向美军战机，巅峰决战由此拉开帷幕。在战斗过程中，双方空军拼尽全力，互不相让，争分夺秒地抓住攻击时机，战斗的节奏愈发紧张。
局面变得越来越混乱。激烈的战斗中，双方不断进行狂轰乱炸，试图一击致命。尽管如此，战局迅速发生了转折。战斗一开始，日军还显得颇为嚣张，但随着美军的强力反击，日军逐渐败下阵来。曾经自信的日军战机，在美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显得如待宰的羔羊。那么，为什么日军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败退呢？追根溯源，主要原因在于日军战机与美军战机之间的悬殊差距。日军主要使用的是零式战斗机，虽然这种战机有其优势，比如较小的转弯半径，使其在速度和灵活性上略有优势，并且航程较远。在二战初期，零式战斗机曾给美军造成了相当大的困扰。然而，美军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事强国，随着科技的进步，迅速开展了针对零式战斗机的研发。美军针对零式战斗机的优点，开发了2种新的战斗机。这些新型战斗机在技术上对零式战斗机形成了有效的制衡，最终打破了日军战机的不败神话。美军研发的这2款战斗机不仅在性能上能够有效遏制日军战机的优势，还在各方面的综合表现上轻松碾压了对手。这一技术优势显著地削弱了日军战机的作战能力。然而，导致日军失败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美军的技术进步，还与日军自身的状况密切相关。早前在中途岛海战中，日军不仅未能达成战略目标，还损失了大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这使得他们不得不让一些新手飞行员执行此次重要的飞行任务。与那些在战斗中经验丰富的美军飞行员相比，这些新手飞行员在战斗力上自然存在巨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得原本就处于被动状态的日军更加接近失败。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日军在这次战斗中的惨败。由日军发起的这场战斗，最终将他们推向了绝境。随着战斗的持续，空中弥漫着浓重的硝烟味道。很快，日军的战机接连被击中，一架架战机从空中坠落。尽管如此，日军仍拼尽全力试图破坏美军的舰船，但最终的结果却令他们失望。美军被击沉的舰船寥寥无几。这场战役的局面对日军来说确实非常尴尬。日本军队为了这场战役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并出动了历史上最豪华的航母阵容。然而，结果却是未能成功痛击美军，反而被美军一举击败。这场由日军发起的大规模空战至此彻底结束。日军的失败不仅是技术上的落后，更是战术和人员配置上的严重失误。